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晶晶。洗澡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不光有独立的浴室，而且有品种繁多的洗浴用品。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科技并不发达、物质也相对匮乏的古代，人们是如何洗澡的呢？他们多长时间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用的又是什么样的洗浴用品呢？其实，古人对洗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它不仅仅是为了去污，更是礼仪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人在祭祀之前都要沐浴净身，以表示对先祖和神灵的尊敬。古人对沐浴洗澡的定义与现代人也有所不同，许多现代人都认为沐浴洗澡是一个意思，但是在古代则不然。在古代，沐浴洗澡分别代表了4个不同的行为方式。在《说文解字》中记载，沐指的是洗头发，浴指的是冲洗全身，洗则特指的是洗脚，澡指的是洗手。由此看来，古人对待洗澡这件事情比现代人要认真复杂得多。那么古人多长时间洗一次澡呢？是不是一定要有重要的礼仪活动才能洗澡呢？在《礼记内则》中记载，5日则汤请浴，3日俱沐，其间面垢攀清，足够汤请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秦汉时期，古人就有了3天一洗头、5天一沐浴的习惯。在这期间，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如果脚脏了，就用热水泡一泡。到了汉代，官员们还有了一个法定的假期，叫做休沐，也就是官员们可以每工作5天休息1天，这一天是专门用来沐浴休息的。但是也有很多官员在这一天约上3、5好友出门远游，喝酒赏花，所以官员们非常喜欢休沐日。到了隋唐时期，5天一次的休沐日改成了10天一次。到了明清时期，又改回了5天一次。如果有客人远道而来，招待客人沐浴也是古代的礼仪之一。在《周仪礼仪聘礼》中记载，管人为客，3日俱沐，5日俱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人在招待客人的时候，要满足客人3天一洗头、5天一沐浴的需求，这样才算是对客人的招待周到。那么古人在洗澡的时候都用什么样的洗浴用品呢？他们有洗发液、沐浴液吗？其实古人沐浴要比现代人复杂得多。在《九歌·云中君》中有这样一句：玉兰汤兮数方，华彩衣兮若婴。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在古代有一种高档的洗澡水叫兰汤。其实兰汤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在给洗澡水加热的过程中，将兰草放入其中，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兰草的精华就慢慢的融入到洗澡水当中，这样制出的洗澡水芳香扑鼻。用兰汤沐浴之后，身上也必定有兰草的芬芳。在《礼记浴藻》中记载，周朝的人洗澡时要用2块不同的浴巾来擦拭身体，上半身用细布擦拭，叫做螭；下半身用粗布擦洗，叫做细。这样就可以在不伤害皮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擦去身上的污垢，然后再用兰汤泡一泡，披上布帛或者衣衫，等身上的水干了再穿上衣服。南方的女子有用草木灰浸水洗澡的习惯，而北方的女子则用淘米水洗澡去污。据说这种沐浴方式从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仅廉价，而且有益身体健康。除了草木灰和淘米水之外，人们还发明了肥皂的替代品。
这就是皂荚，又称皂角，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在千金方中提到，用皂角熬水泡澡，不仅有美肤的功效，而且还能祛痰、通窍、消肿、排脓、杀虫、治癣。皂荚还有一种特别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将皂荚剥开，将其中的粘液刮下来，用来洗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还有一种属于奢侈品级别的，叫皂豆，它是用动物的胰腺混合豆粉和各种香料制成的各种颜色的球形洗浴用品。由于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所以只在少数的贵族中使用。到了唐代，王公贵族们开始沉迷于泡温泉浴。为了让这些贵族们玩得开心，朝廷就在长安的周边修建了许多大型的浴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帝王专用的温泉池华清池，这也是唐明皇和杨贵妃最喜欢来的地方。说到华清池，就不得不提到白居易的《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到了宋代，洗澡就成了人们的一种享乐方式了。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很多有钱的大户人家开始在家里建起了私人浴室，他们每天烧炭煮水。那个时候，人们还发明了撒花瓣、用精油等沐浴方式。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人们把刚采集来的花骨朵放在浴室中，随着浴室中热气的慢慢升腾，花骨朵也随之慢慢的绽放。人们一边沐浴一边赏花，十分的有趣。而普通人就只能去混堂了。那么什么是混堂呢？混堂就相当于现在的洗浴中心，一些文人墨客，他们相约在一起，一边洗澡，一边聊聊闲天，侃侃大山，有时兴致来了也会赋诗一首，十分的惬意。